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让我死掉算了。你在做傻事之前，有没有想到我跟你老爸？好贱哦，有什么不能够好好说啦？啊，你这样哦，就只是在逃避了。逃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只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。你说的对，我这辈子只会逃避，我只会制造问题。哎呦，要是你就这样走了，那留下的问题谁解决了？啊，还不是你的父母，那他们不是更痛苦？妈，对不起，儿子，对不起，丽丽，对不起，老万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大家，不要这样，我没有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我猜哦，郝建有可能哦患上了抑郁症啊。抑郁症？老爸平时嘻嘻哈哈的，看不出他会得这种病。是啊，他什么事情都看得开，怎么会患上抑郁症呢？哇，不是每个抑郁症的病人哦都会愁眉苦脸的啦。啊，有一种抑郁症哦，叫做微笑型抑郁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名字了。我在电视上哦听过专家有说过，这种微笑抑郁的人哦，和一般哦抑郁症的病人不一样的。他们平时哦都笑嘻嘻很开心，但是内心里面哦却是很痛苦、很孤独，还有很自卑了。这样听起来真的跟老爸的情况有点像，可能老爸早就得了抑郁症，只是因为他外表 OK， 所以我们看不出他其实生病了。这阵子我都在忙自己的事情，我都没有注意到他不妥。我也是啊。哎呀，你们最近哦发生那么多事啊，我们家哦也有很多事，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了。哦，难怪那天他突然要把好运装修一半的股份交给我，而且也不管我接不接受。难道他那时候就想要做傻事了？哎呦，发生那么大的事哦，干嘛没有和我们说啦？我都在烦宝玉和博文的事，哪有时间管这么多啊？他每次遇到问题就选择逃避，很可能他不是有心的，是他自己承受不了，所以就一直压抑到现在生病了。我还每次骂他，他患上抑郁症，我也有责任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安排一个心理医生给老爸去看看？你安排他也未必会去啊，也要看他接不接受，就像博文一样。啊，那我去试试看和郝建谈一下了。那老万，麻烦你了。并不代表一定会成功哦。他能够忍那么久，我看也不是那么容易哦，听别人劝的。其实有时候，忧郁病患者就只那一念之差，熬得过就能走出来，熬不过就幸好及时被你们发现，这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你说对不对？对了，最近发生那么多不顺利的事情，你的那笔债务有办法了吗？其实你有想过跟你妈借吗？他已经被那块地搞得很烦了，我爸现在又这样，我真的不想再刺激他。Andy 啊，你有没有？其实我有很多钱，
都拿去补洞了，我手上根本都没有现金，对不起。我明白。如果你真的需要钱，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有钱人都想要来新加坡买有地住宅，可是因为政府的政策，他们买不到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份借用给他们，代替帮他们买房子。经历过 Mr. Ang 那件事后，我已经不敢再做这种事情了。我明白，可是要在短时间内赚到这么多钱，现在只有这个办法。我已经答应过我妈，我不会再碰违法的事了。我明白，如果真的没办法，那就宣布破产吧。破产？可是如果我真的破产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再当房屋经纪了，不是吗？你还那么年轻，你还可以重来。好球！那个年轻人真的买了我介绍的那只股票啊？他已经输了好几十万，再拿不出钱，就要准备宣布破产。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恩怨啊？不是他，是他母亲。他的母亲。这个女人让我人生中留下了遗憾和污点。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要让她感受一下我的痛苦和绝望。你真的不好惹啊！幸好没有得罪你啊。阿健呐，今天早上我特地去巴萨买了你喜欢吃的粿，你吃一点啦。你呀，昨晚连晚餐都没有吃，不可能到现在都不饿的吗？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就告诉我们。是不是担心装修的问题啊？还是那天我们念你，你什么都做不好，你就不开心了？我是个没用的儿子，你们就当没有生过我吧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这样弹啊弹啊，把头脑都弹坏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以前的你啊，开开心心的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觉得活着真的很累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装着若无其事了。你们不要管我，让我自生自灭啦！哦，阿美，你来了。你帮我劝劝他，他还是不肯吃，这样下去不得了啊！别担心，让我试试看啊。这样一直躺着不累吗？来，我来扶你坐起来吧。不要理我啦！人生总有低潮的时候，只要走出来就好啦。真的能走出来吗？只要有心，一定可以的。我会陪着你。我怕你陪到一半，也会对我失望。我不会的。你跟我结婚之后，我从来没有给过你幸福，我整天只会
惹你生气，让你伤心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人心也不会死。是我害死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是我害你这么多年来这么痛苦。我也是个没用的儿子，整天只会让爸妈担心。我不管做什么，都会让大家失望的。不管是人心，还是过去的不愉快，都已经过去了。人生不能只有开心，也有不开心的时候的。只要看得开，或者是找朋友帮忙，难关一定会度过的。我们是夫妻一场，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。让我帮你，好吗？你妈说你从昨天到现在没有吃东西。来，喝点麦片暖暖胃。我没胃口。你就喝一点吧。大家都在担心你啊！你们真的不要理我了，不要再浪费力气为我担心，我真的没救了，没救的，不要理我，没救了，不要理我。宝贝啊，我们已经冷战很久了，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原谅我？你应该去求博文原谅你，不是求我。我求啦，可是廖太太不让我见博文，你告诉我还能怎么做？你自己犯下的错，你就想办法解决，你干嘛来问我？我就是想不到办法，我才来问你啊。宝贝，你不要这样对我好吗？我也会受伤的。为什么这个受伤？你伤害的那个人10多年，他都不敢踏出一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们俩母子不肯原谅你的话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的。宝贝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烦我 ，please？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好吗？廖太太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让我跟博文说几句话好吗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想打人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不准欺负我的儿子。我只是想跟他说几句话，我没有要打他。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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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博文，是我啊，我是万德福。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以前对你做了很多很过分又很幼稚的事，都是我不对。我羞辱你，散播谣言，害你被大家鄙视。现在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做了这些事，轮到我被他们鄙视了，都是我活该。博文，不要再刺激博文了。廖太太，求求你，我只是想跟博文说几句话，我绝对不会再伤害他。不行。廖太太，你干嘛？廖太太，求求你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再伤害博文。我要打也是打我自己。博文，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只是我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。
我到现在才发现，就算我躲得了一时，也躲不了一世。我今天来是想亲口跟你说声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你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你原谅我，所以我带了一支高尔夫球杆来，你出来打我好吗？博文，滚啊！你出来打我好吗？滚啊！滚！你走开呀！不可以再刺激博文了。出来我就不走。你以为只你出来？离开呀！你们为他做什么？爸，叫他滚！滚啊！宝贝，宝贝，你先听我说。不要再叫我宝贝！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我想要博文原谅我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对他凶巴巴的？你这样做会对他有恶毒的伤害的，你懂吗？我没有要伤害他，没有要吓他。我真的以为你变了，可是没有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不顾后果，还是这么冲动。那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成熟一点？那你要不要告诉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满意啊？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满意的，因为我一看到你，我就会联想到你就是霸凌者，我就会想到我之前的经历。当我知道你是霸凌者后，我每天都做噩梦，我真的很难受。我这么痛恨霸凌者，我为什么会偏偏喜欢上一个霸凌者？我已经很努力的想要弥补了。弥补？你确定你这样的方式是对的吗？你为什么像个小孩一样，整天做幼稚的事，说幼稚的话？我真的怀疑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在一起？是，我是个幼稚的混蛋。说到底，你就是要跟我分手，对不对？分就分了。老尤啊，我知道啊，我这个儿子的臭脾气很让人受不了了。啊，这都怪我了，教子无方了，对不起了。安格湾，应该道歉的人是我。你这阵子自己心情不好，还要为我们的事情心烦，对不起。你们哦，真的要分手哦？这2个字是他自己提的。他只是说气话了。啊，你们之间哦，经历了那么多，都一一克服了。我相信哦，这次也是可以的，不是吗？这次真的不一样。霸凌博文那件事，从一开始就一直隐瞒我，是我自己发现后，他才去跟人家道歉的，而且还用这么莫名其妙的方式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这个家伙啊，就是少一根筋啊。安格湾啊，我真的很累了。我觉得现在这种时候，分手对我们都好。真的没有挽救的机会哦。这些日子真的很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们，你要保重 ，OK？ 那你打算去哪里了？你的房子都已经租出去了，今晚还有地方睡吗？我暂时住酒店吧。是一个女孩子哦，住酒店哦，我是有点担心了。不如你过去慧玲那里，啊，顺便哦可以帮安格湾看着中医了。我刚刚去看老爸，哎，他还是不肯吃东西。他连医生都不肯去看，我们要怎么帮他？其实都怪我一直在追求梦想，没有花心思去关心身边的人。他坏弟弟出事，应该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吧？没有照顾好身边的人，
还痴心妄想的想给别人快乐幸福的家园，真的是讽刺。妈，不要这样想啦。你爸一直说他没用，我何尝不是一样呢？千辛万苦的，终于筹足了资金，却买了一块不能发展的地。我们可以把那地皮给卖掉，再买一个新的啊。如果现在卖掉的话，一定亏大钱的。我也不能用这笔钱买到一个更好的地。我想好了，既然脱不了手，我就把这个地转到你名字。你不是说要买房子吗？这块地就送给你，至少可以给我儿子打造一个新家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不想要你放弃你梦想啊。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啊？没有啦，你不要担心，这件事我自己可以解决的。你不跟我说，我更担心。为什么我不可以把那块地转到你名下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说啊！因为我可能会宣布破产。破产？爱的浮夸，只是不想自己接伤疤。懒得挣扎，往往都是怕付出代价。所以我说人啊，总是相爱相杀，然后怪命运不佳。说到底，谁不是边爱边惊慌？